各位朋友，这年头骗子实在是太多了，多的像是夏天的蚊子，嗡嗡嗡的在你耳边响个不停，防不胜防。咱们先说说那个听着就瘆人的词儿——杀猪盘。这可不是真的让你去买猪肉，而是把你当成那头待宰的猪。这帮骗子啊，简直就是顶级的情感操控大师和心理学家。他们潜伏在网络的各个角落，披着各种光鲜亮丽的外衣，可能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理想伴侣，也可能是一个带你发家致富的投资导师。他们会用超乎寻常的耐心，花上几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对你嘘寒问暖，描绘一个美好的如同童话般的未来。这就像是温水煮青蛙，等你完全沉浸在这种虚假的甜蜜和对财富的无限憧憬里，彻底放下防备的时候，那把雪亮的屠刀就悄无声息地举起来了。他们会引诱你把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投进一个他们精心编织的虚假平台，然后就在你幻想着财富自由的那一刻，连人带平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种从云端跌入谷底的绝望，真的能把一个人的精神彻底摧毁。再聊聊咱们每天都离不开的电商。当初电商崛起的时候，口号喊的那叫一个响亮，说是要干掉中间商，让咱们消费者直接对上厂家，拿到最实惠的价格。听着是不是特美好？就好像我们买东西再也不用被层层加价了。可现实呢？咱们静下心来琢磨琢磨，这中间商真的消失了吗？我看未必。那些电商平台，他们本身不就成了那个最大的中间商吗？他们收着商家的入驻费、佣金、广告推广费，这些钱从哪儿来？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还不是转嫁到了我们消费者和那些苦苦挣扎的小商家身上。而且没了传统中间商的筛选和品控，商品的质量就变得像开盲盒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你可能在直播间里看着主播唾沫横飞地喊着家人们炸裂价，激动地抢购了一件衣服，结果到手一看，线头乱飞，布料薄得像纸，那感觉就跟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维权那更是难上加难，隔着一根网线，你跟谁说理去？说到直播带货，那更是把人性的弱点玩到了极致。主播们声嘶力竭地营造着一种紧张的氛围，屏幕上跳动着库存仅剩3件的字样，仿佛你慢1秒就错过了几个亿。很多人就在这种被催促的氛围里，稀里糊涂地下了单，买了一堆可能根本用不上的东西。等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又一次为那点占小便宜的心理交了智商税。还有那个让人又爱又恨的拼多多，简直就是社交绑架的集大成者。时不时就有朋友发来一个链接，好兄弟，帮我砍一刀，为了那几块钱的优惠，或者那个看似免费的商品，你得把自己的脸面豁出去，去麻烦通讯录里的一大堆人。这种模式的创始人黄峥，他自己也说是用做游戏的方式在做电商，这话可真没说错。他确实把我们当成玩家了，只不过我们玩游戏是图个开心，他这个游戏玩到最后，好像只有他一个人赚得盆满钵满。你看，尽管他后来退隐江湖，大笔大笔的做慈善，但大家对他的那种复杂情绪，恐怕一时半会儿是消解不了的。还有银行背后悄悄推出来的各种网贷、信用贷，更是给那些手头紧、消费欲又强的朋友们挖下了一个又一个深坑。广告打得天花乱坠，一张身份证秒批10万，门槛低的让人心动。可一旦你真的因为一时冲动点了进去，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高利息的流沙里，利滚利，债养债。很多人就这样一步步被拖进了债务的深渊，个人信用破产，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更可气的是，还有人做假的贷款 APP， 打着帮你刷流水提高信用的幌子，骗取你的信任，然后一步步诱导你给不同的账户转账，等你反应过来，可能连过年的压岁钱都被骗光了。这2年公众号不是又火起来了吗？小红书上铺天盖地都是教你怎么运营公众号、开通流量、主赚钱的帖子。
我有个朋友就没忍住好奇心，进了一个学习群。好家伙，这套路跟俄罗斯套娃似的，一层套一层。先进一个群，交25块门票费，第二天又拉你进一个更高级的群，然后就开始推销各种天价课程，什么爆款标题写作课、流量密码解析课。我那朋友一看这架势，果断退群了。这不就是明晃晃的在割韭菜吗？那些在台上教你如何赚钱的人，他们最赚钱的方式，恰恰就是赚你这个想学赚钱的人的钱。说到底呀，在这个人人都渴望真诚，却又似乎人人都在伪装的时代，骗好像成了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我们每天都在为自己的认知不足买单，一不留神就成了别人镰刀下的韭菜。骗子们玩腻了，换个马甲就消失了，留下一地鸡毛和欲哭无泪的我们。其实仔细想想，骗子对你还真是真心的，因为他是真的在处心积虑的骗你啊。面对这漫天的陷阱和套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擦亮自己的眼睛，给自己的大脑升个级，不断提升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别总想着天上有掉馅饼的好事，因为那馅饼下面往往连着一个巨大的捕兽夹。咱们得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才能在这场群魔乱舞的大戏里安安稳稳的当个清醒的看客。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